嗨，大家好，我是哲嘉。最近使用了 Codex 一阵子，想说来做一个教学。那右边是我的 LinkedIn，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Codex 有3种使用方式。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像 Copilot 或者 Cursor 一样，在 IDE 上面使用。第二种的话，就是像 Cloud Code 的使用方式一样，是在 CLI 上面操作。第三种使用方式比较特别，也就是执行云端任务。你可以打开 Codex 的网页，像跟 ChatGPT 聊天一样，你可以告诉他你希望为你的 repo 新增什么功能，或者问他问题也可以。那好处就是你的电脑不用一直开着，它会在云端帮你完成任务。那定价的话，你至少要买到 GPT Plus 的方案，也就是每个月$20。再来讲设置环境，我们打开浏览器，然后搜寻 Codex，进入 Codex 的网页。那右边这个指令就是怎么在 CLI 上面安装。那左边这个点下去，选择你现在正在使用的 IDE，然后它就会跳到帮你安装它的 extension 的画面。安装完后，左边就会出现 Codex 的 icon。那按下去，如果还没登录的话，它就会请你登录。那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所以画面是长这个样子。未登录前，它是会长像这样，sign in with ChatGPT 你的账号这样。那在 ID 这边，我们可以很方便看到你的使用量现在还剩多少。点选这边的 local，有个 rate limit，然后它就会显示你5小时内还有多少使用量可以用，还有这一周内有多少使用量可以用这样。在使用量限制方面，Codex 这边有2种使用量限制，分别是每5个小时你能问多少个问题，还有每一周有一个使用量的限制。再来讲怎么在云端上使用 Codex。首先打开浏览器，然后搜寻 ChatGPT，进入 ChatGPT 的页面，点选左边的 Codex。那这边你需要跟 GitHub 连线。那我现在是已经跟我的 GitHub 账号连线了。在你会连线前，它会长得像这样，按下中间的与 GitHub 连线的按钮，就可以进行连线。如果成功连线的话，就会跳出这个 GitHub 现已连线的通知。接下来就要选取 repo。那这边的话分成环境和 repo。环境的话就是你这个对话是根据你哪一个专案。那 repo 就是你可以选取你哪一个 repo 去建立你的环境。比方说我现在选取 Longfit 这个环境，那我这边的对话任务就会都是根据这个专案。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Codex，这边还没有设定 Codex 可以使用哪些 repo，那这里按下来会变成建立环境，然后你就是选取让 Codex 可以使用你 GitHub 下所有的 repo，还是你指定它只能使用哪些 repo 这样。那 Codex 有一个程式码审查的功能，就在刚刚的任务旁边这里。只要这边按下启用，你每次推 PR，它就会帮你 code review，然后它会给你建议，或者说这次的 PR 没有什么问题，它就会给一个赞回应这样。那我们对这个专案做一个单纯的提问，而不修改程式码。比方说，请帮我介绍这个专案。然后在任务这边，它就会开始执行刚刚的任务。那可能会有点久。那我把之前已经跑完的结果给大家看。
那它这里就会介绍这个专案是用 Next14架的，然后是用 Create Next App 去搭硬架，然后核心功能是这些，然后有加 Tailwind TypeScript，然后 SaaS 什么的。然后主要的布局会在 Layout 这里，然后有做一些语义化标签，然后再来样式放在这边等等这样。那接下来就让 Codex 帮我们写程式，比方说，请帮我根据这个长群协会粉专的内容，生成一个介绍协会的首页，这样，然后按下 Enter，一样它会跑有点久，那我就把跑好的结果给大家看。那这边会跟你说改了什么，然后这边会有个预览，它会长这个样子。然后在差异这边就可以看扣的差异这样。那主要就是新增了这个页面，去介绍这个网站。然后如果你好奇它是怎么去执行这个任务的话，就可以看这个记录档这样。好，然后如果都跑好的话，这边是会出现一个建立 PR 的按钮。那因为我是已经 merge 完了，所以这边会变成显示 PR，就是像这样会有个建立 PR，然后按下去就会进到你的 GitHub PR 页面。然后当你按下 PR 的时候，它就会去 code review。那如果有一些建议或者问题的话，它就是 Codex 会在底下留言，像这样子。那如果他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很简单按一个赞给你这样。那云端任务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现在突然有一个什么想法，但是你不在电脑面前，你就可以透过网页或者 APP，建立一个任务，请他去修改程式码，然后完成你的想法。那隔天你再打开电脑，看看他改的对不对这样。那 APP 的话，你就是上 App Store 下载 ChatGPT，然后在左上角的 menu 打开，会有个 Codex，然后就可以从这边建立任务。